片頭2026城市碼時代的熄燈時刻。2026年，歷史書也許會用這一年畫下科技時代的一條分界線，不是什麼網絡普及或元宇宙崛起，而是這句話：城市碼的黃金年代熄燈了。你沒聽錯，那套我們用了幾十年的軟體工程節奏，需求、規格、寫碼、測試、上線，現在不是不管用了，而是被換了劇本。誰寫的新劇本？不是誰都敢講這話，偏偏有人敢，而且講得震天響，鏗鏘有力。他就是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不是在作秀，不是在喊口號，他是在宣布一個即將變成常態的現實：工程師的人生不該浪費在敲程式碼上。這話一聽，像笑話，像科幻片兒，像誇張行銷話術說。不好意思，偏偏這人說話有一種詭異的可信力，因為他不只說了，還真的讓它變成了公司日常。而接下來這場巨變，將不只是改變幾間科技巨頭的工作流程，而是會全面重寫軟體工程的角色、定位、價值定義，甚至生存歸宿。第一幕，這不是裁員，是開戰。我要你的程式碼，行數等於0。想象這樣一幕：全球最值錢的 AI 晶片公司老闆某天站出來說，我希望我的工程師寫的程式碼行數是0。你第一個反應可能是他瘋了吧？但他接下來補了一句，讓人聽了背脊發涼：我不是裁員，我是在對整個程式設計方式宣戰。這不是減人手、砍預算的老劇本，這是乾脆讓寫程式這件事變得沒必要。他不是要消滅工程師，而是要消滅每天敲鍵盤這種技能的稀缺性。不是情緒發言，不是創業教父的 TED Talk， 而是來自一位真正在打造未來武器庫的人。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工程師們，別再把自己活成碼農。第二幕，從打工人到問題獵人，黃仁勳的目標 vs 任務。黃仁勳曾在 No Priors AI 播客上講過一句幾乎有點刺耳的話：如果我的工程師從此不用寫一行代碼，而是每天都在解決還沒人發現的問題，那我會開心得不得了。聽起來像什麼？像資方剝削美化包裝？像讓 AI 幫你加薪那種網絡雞湯？不是，這是他正在實踐的公司戰略。你可以這樣理解：第一層是戰術，寫程式這件事已經被工具慢慢商品化，就像當年一堆人手算報表，結果被 Excel 一鍵取代。第二層是戰略，工程師的核心價值，未來不是敲鍵盤的速度，而是你能不能看見別人還沒發現的麻煩。所以他拼命推一個框架給全世界的工程師，任務、目標，把需求翻成程式碼，找出真正該解的問題，把功能拼湊起來，重新定義產品與架構，把 bug 修完，把未知轉化成解法。AI 更適合做任務，人類該押上人生去追目標。你請來一個不會累、不請假、不抱怨的神助手，還親自下工地去扛水泥、搬鋼筋。你更該做的是畫結構圖、定方向，想清楚這棟樓該怎麼長。第三幕，英偉達真實日常 ，AI 不只是助手，而是攻班主力。來，我們別只看口號，來看現場。在英偉達，工程師不是偶爾用 AI 試一下，是幾乎整天都在用 AI 編碼助手，像是 Cursor 這類工具，已經變成工作主流程的骨架。AI 不再是你卡關時問一下 ChatGPT， 而是變成了你每天從早到晚並肩作戰的同事。甚至曾有一次高層大會，有管理者語氣委婉地提議，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少用一點 AI？ 結果黃仁勳的回應據說非常直接，非常無情。你瘋了嗎？這不是玩笑話，是警示燈。他認為 AI 不是提高效率的小工具，是能不能參戰的武器庫，是讓公司能追得上未來的加速器。你在 F1 賽道上卻故意關掉渦輪增壓器，這不叫謹慎，這叫自殺。第四幕不是英偉達在狂，整個產業一起衝。
你以為這只有英偉達這麼拼命？來轉頭看看隔壁幾個巨獸 ，Google 執行長 Sundar Pichai。現在我們新增的程式碼有30%是 AI 寫的，有些內部人士說，可能還不止。Anthropic 執行長 Dario Amodei， 我們用 Claude 協助寫 code 的比例高到驚人，坊間甚至有人說90%的程式碼都有它的影子。重點不是這些數字準不準、誇不誇張，而是在這兒運作。這些不是在蓋什麼 AI 實驗室模型當玩具，而是在用 AI 一層一層蓋出明天的基礎設施。這不再是 AI 能不能寫程式的問題，而是全世界最頂級的公司已經默默把 AI 當成基本員工了。第5幕殘酷轉折，當加速器變成絆腳石，變革的引擎轟隆作響，但轉彎處卻傳來一聲悶響。有研究指出 ，AI 助手的導入不一定讓每個人變快，甚至有些經驗豐富的開發者在使用 AI 協作後，生產力反而下滑，下降幅度接近19%。更諷刺的是，這些人原本預期會加速20%，就像你買了一台超跑，夢想着破風馳眼，結果真正上路時，發現自己卡在市區紅燈和塞車裡，馬力再強，也敵不過路況不配合。AI 看起來可以1秒生成幾百行合理的代碼，但背後還有一連串隱形的代價，你得審查每一段邏輯，對齊整體架構，測試異常情況，解讀意圖與上下文。這些上下游成本一旦超出負荷，看似更快，實則更慢。這時問題浮出水面。黃仁勳真的過於樂觀了嗎？還是說他看到的是一種結構性改寫的前奏？因為這並不只是工具的效率爭論，這更像是一場對工程師角色本質的重新定義。第6幕放射學悖論不是被取代，而是被升格。黃仁勳時常引用的一個案例，來說明這場變化的深層邏輯。放射學悖論。多年前 ，AI 教父Geoffrey Hinton 曾預言，放射科醫生將被 AI 淘汰，因為 AI 閱讀醫學影像的速度與精準遠遠超越人類，不會疲倦，不會忽略，不會出錯。但後來發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兒，放射科醫師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為什麼？因為解讀影像只是任務，而真正的價值是目的。醫師不只是看懂 X 光片或 MRI， 他們需要將影像放入病人的完整脈絡中，與不同科別溝通確認，評估風險與治療策略，做出需要判斷力與責任的關鍵決策。當 AI 接手最繁瑣、最重複的部分，人類的專業反而被放大了，整個醫療體系也因此能處理更多病例，提前診斷，提升存活率。這正是黃仁勳對軟體工程的預判，未來的工程師不會被取代，而是會進化成問題的獵人，一種能把 AI 的潛力導入正確戰場的人，不是輸入者，而是指引者，不是代碼工，而是方向師。第7幕黑暗地基，當你閉着眼寫程式，危機已在悄悄堆疊，但在這個進化過程中，危險也潛伏在不遠處。最尖銳的警告往往來自打造這些工具的第一線工程師，像是開發 Cursor 編碼助手的團隊，就公開示警，別迷信所謂的 vibe coding， 那種只把需求丟給 AI， 幾乎不審核就直接部署的做法，看起來快，實則極易崩壞。來一支工班蓋大樓，卻完全不驗地基，不看結構圖，大樓蓋得飛快，外表甚至漂亮，但只要一場暴雨，一次資料異常，一次安全破口，整個系統可能瞬間垮塌。曾推動 Vibe Coding 概念的前特斯拉 AI 負責人 Karpathy 也在一次訪談中坦誠，有些專案最後還是得回到大量手工，因為現階段 AI 的代理能力仍不穩定。他說了一句極為沉重的話，我從未感覺自己落後的這麼嚴重。
不是落後於同業或某個工具，而是落後於一個飛速進化的時代。當你以為自己已經跟上，事實上，你可能已經被結構性的甩在身後。所以這場革命不只是技術的進步，它更是一場對職業認知的重構。你所受的訓練，你信賴的技能組合，可能正在及時過期，而沒有人能保證明天的工程師還會長成今天的樣子。第八幕加速的三重引擎進化，從此不再等待。這一切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快？快到幾乎沒有反應時間，快到許多資深專業者都措手不及。原因不只是一個技術突破，而是三種加速引擎在同一時間同時啟動。第一引擎能力預測被打開了。過去我們訓練模型很像賭運氣，想看它能學會什麼，全憑經驗與猜測。但現在科學家越來越能用數學模型推估下一個重大能力突破會落在多少參數、多少訓練量之後。進步不再靠撞大運，而是靠規劃算出來的工程學。第二引擎，推理時間的擴展，這是一種被低估的巨大力量。當模型被允許多想幾步、多花幾秒，它的表現就像從慢跑變成駕駛高速列車，可以解除更複雜的問題，展現更細膩的判斷力。同樣的模型，多給時間，它就像換了大腦。第三引擎，能力的傳承與濃縮，這是 AI 發展史上最神奇的一幕。當一個大模型學會了某些強大能力，我們可以把它蒸餾成一個更小、更快、更便宜的版本，然後再以這個學生模型為基礎訓練下一代。這不只是複製，而是跨代遺傳。學生不只是學會，還可能超越老師。三個引擎互相堆疊，彼此回饋，構成一個幾乎停不下來的加速迴圈。更強的模型，更好的工具，更多資料，更快訓練更強的模型。於是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物理現實：進步不再等人。這不是科技潮流的加速，這是科技本身成為加速器。第九幕，2026之後，你身邊的 AI 同事不再是幻想。當這場巨變落地，組織開始發生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混合型員工編制正在出現。你會看到一個主管同時管理人類與 AI 員工，一個任務部分自動完成，部分仍需人類監督。一個專案從設計、產出、審核到優化，全都有 AI 參與。真正的分水嶺不是 AI 能不能做你的工作，而是你的工作裡有多少是 AI 可以做的。更精確地說，你負責的是任務本身，還是決定任務該不該存在？你還需要手把手指令 AI， 還是你已經開始讓 AI 自己規劃？你在流程裡是審核者、規劃者，還是僅僅執行者？而最重要的提醒是這一句：你現在用到的 AI 可能是它最笨的一次。從這一刻起，它只會更快、更便宜、更普及、更深入每一個職業的核心。你能用它做什麼的邊界不斷在後退。結尾不是會不會變，而是你會不會被留下。黃仁勳的立場至此已毫不模糊，他不只是想優化工作流程，減少浪費，他是在做一場深刻的價值轉移，把工程師從敲程式的人推向定義問題的人。價值不再來自你寫了多少 code， 而來自你找到了什麼問題，別人還沒看見的那種問題。但這聽起來激勵人心的願景，也是一道讓人心底微微發涼的分水嶺。對數百萬依靠寫程式為生的工程師來說，真正刺痛的問題是：你會是被放大價值的那一群，還是被工具稀釋掉存在感的人？你會是那個指揮 AI 的建築師，還是那個被系統流程管理的執行員？未來可能不屬於寫程式寫得最好的人，而是願意學最快、敢於成為第一批轉型者的人。因為當你還在觀望，其他人已經在跑。
這不是某一波科技潮流，這更像一次自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層的人類分工重排。而你正在這場重排的浪頭上，不是局外人，而是親歷者。問題不是這場變革會不會發生，問題是它已經發生了。那麼現在，你準備好站在哪一邊了嗎？最後概括一句：寫程式的終點不是終點，定義問題的人才是新的起點。